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这2天我又琢磨了一下戚风蛋糕。我们看教程的时候，总会看到老师们都说做戚风要用新鲜的鸡蛋，对吧？但其实也不是每次都能买到太新鲜的鸡蛋，做出来我感觉也没什么。这2天我就在想，这鲜鸡蛋和老鸡蛋做出来到底会不会有不同呢？所以我就做了个对比。为了做这个对比，我也是很用心了，特意回到我婆家上鸡窝门口给他们接生去了，导致那个大公鸡现在一看到我就叫唤，似乎在说抢孩子的来啦。我手里拿的这些就是24小时内出生的鸡蛋，还带着鸡屎的芳香，可以说是非常新鲜了。我磕一个，我们来看看。鲜鸡蛋的蛋白非常的浓稠，紧紧地包裹着蛋黄，这要是放到煎锅里，那就是一个完美的荷包蛋呀。这是我在半个月之前买的鸡蛋，磕出来以后蛋清很松散很稀薄，摊开的面积也比较大，再放一放恐怕蛋黄也会散开了。我先用了几个新鲜的鸡蛋来做戚风，做个6寸的，因为我想可能鲜鸡蛋会更好打发吧，所以还记录了一下时间。打的时候是先低速后中速然后再高速这样打的，也是分2到3次加糖，最后就是打到这样是直立的尖角。用时是2分53秒。看这个蛋白是很细腻的，把底部翻起来，底部也挺细腻的。这里就省略其他过程了。烤的时候膨胀的高度也比较合适，裂的也不是很厉害。出炉以后就是这样的，正好跟模具齐平。然后再用不太新鲜的鸡蛋来做一个。我原本想的是不太新鲜的鸡蛋可能不好打，打的时间会长一些，又或者打完以后容易出现絮状。但没想到最后他们的时间是差不多的，这个是2分54秒打好的。再翻一下底部看看，底部也还是挺细腻的。这个时候其实我有点沮丧，我就想我这是对比了一个寂寞呀，感觉没有什么区别嘛。不过这个面糊做好以后有些多了，可能鸡蛋比较大。然后烤的时候它出现了蘑菇云，这个让我很惊喜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烤过蘑菇云，即使有的时候面糊装到模具的9分满，烤出来也不是蘑菇云。因为我也怕是偶然现象嘛，所以我又用鲜鸡蛋装了一个9分满的放进去烤。这个烤的时候是长得高一点，但是并没有出现蘑菇云的现象。后来我就想，我得用相同克数的蛋白和蛋黄来做对比，然后我又用不太新鲜的鸡蛋做了一个，也是装到了模具的9分满，结果它又出现了蘑菇云。我就发现了，这不太新鲜的鸡蛋比鲜鸡蛋烤的时候会长得更高，再加上面糊又放的比较多，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蘑菇云就出现了。然后又做了一套对比，这回更严格了，不光蛋白蛋黄是一样的，连装的面糊都是一样的。这回一次做了2个，一个多装点，一个少装点，看看烤出来什么效果。模具一个用的3能的模具装的9分满，另外一个是展翼的模具装的7分满，然后再放进烤箱里烤。9分满长得最高的时候是这样的状态，但是还是没有蘑菇云的出现。这个是展翼的模具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发现，反正我是觉得展翼的模具烤的时候会比其他模具更高一点，但是裂的也会更厉害一些。这是它凉了以后的状态。
然后相同克数的蛋白和蛋黄装在模具里的克数也是相同的，只是这个鸡蛋没有上一波的那么新鲜，结果它烤出来真的高很多。而且这次蛋白其实我还没有打得太硬，因为这次的鸡蛋呀比之前那俩蘑菇云的鸡蛋新鲜一点点，毕竟不新鲜的鸡蛋也不是很多，就剩那么几个了，所以这次烤出来并没有蘑菇云的现象，但是高度确实是更高一些。我觉得蘑菇云可能跟这个应该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原因，因为我之前没有烤过蘑菇云，就是这次做对比，再加上面糊又多，所以发现了。但是我也不能完全确定，所以把我这次发现的这个现象分享给大家，大家做的时候可以在这方面注意一下。如果你经常出现蘑菇云，那用的鸡蛋如果不是那么新鲜了，那装在模具里的面糊就不要太多，这样它长高了也不会出现蘑菇云的情况了。蘑菇云主要还是面糊太多，还有它烤的时候膨胀的太高的问题，面糊少装一些，看看能不能改善。如果改善了，一定要留言分享哦。另外，我想大家一定想知道，新鲜的鸡蛋和不太新鲜的鸡蛋在口感上有没有区别呢？正好我闺蜜来我家找我玩，我让她也一起帮我尝一尝，经我俩一起对比以后确定，它们在口感上基本上没什么区别，吃着都一样。但是大家不论做蛋糕还是做什么，都要尽量选择新鲜的鸡蛋，因为我查了一些资料，鸡蛋鲜与不鲜在营养上还是有区别的。随着保存时间的延长，鸡蛋中的维生素 B2、烟酸和叶酸都会有一些损失，所以还是要尽量选择更新鲜的鸡蛋吃。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，就一起留言交流吧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